招式叫什么来着？哇！他的力气没我的大。儿啊，这个下边承让。我回去了啊。哎，阿紫，别走啊！郎主今日说，谁赢得了比试，那一桌子菜都是他的。你看，那里面还有上等的鹿肉，看着就好吃。哎，香菜，你不是力气大吗？你去试试。我今儿不行，我肚子疼。哎，夏米，你行吗？我小孩儿，我打得过吗？不敢。你俩是一个指望不上。别，我去吧。啊？哎，端午，放心吧。阿紫，你小心点儿。端午，阿紫，你小心点儿。郎主，方才我听虾米说，今日比试若是谁赢了，这一桌子的美味可就归谁了。绝无戏言。那我试试啊。不过，若是我赢了，这桌上的美味得给所有猎人都分一份。好啊。请。打把趁手的。一寸血。等一下，等会儿。端那儿。要不您这个？多谢啊。端午小小一只，哪儿好斗啊？用几个架？不过这招数毫无章法。他能靠自己琢磨成这样，已经很不错了。真是头一遭啊，第一次啊。回头给他挑一把趁手的短剑，他现在适合练劈子，招法肯定是来不及了。你倒是什么都想让他学。他想安身立命，我不过是试水推舟。这世上很多人身陷泥沼，却一点都不想动。他是个想自救的人，所以我就帮他一把。小心！多谢手下留情，多谢。我好厉害！说的妙啊！郎主，如何说？好，我会让厨房再准备一些，请慢用。谢郎主。打不到吧？你看那边，那边好美。是啊，你看到了吗？哇，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过大海。风吹得真舒服。端午，
康总领，你们在这儿等我啊。哦。来，小虾米。谢谢阿紫，好舒服呀。小虾米，开心吗？康总领，合适。送给你。不错的短剑，看看。多谢康总领，你等等，等我一下。康总领，来，给。这是我自己做的小弩，你别看它小，不过关键的时候还是能保命的。我送与你了，与你交换。端午，这是郎主的意思。郎主送我的。不过你这把小弩倒是挺有意思的，怎么用啊？帮我拿着，我教你啊。先把它戴在手上，这个地方一定要锁紧，然后你看，可以瞄准任何一个地方，看到吗？比如这儿。倒是精致小巧。我多练练近战，关键时候能保命。多谢郎主送的短剑。那个弩，给你，借我玩2天。行。一旦有不会，记得来找我。好。郎主，进来。怎么了？之前你不是说要教我驱鹿纹，记得吗？我现在手上有事儿，下回吧。虽说你不是君子，在商言商也要一言九鼎。行，算了，反正你也不会。哎，来，你过来，拿我看看来。来，谢郎主。你看，你干嘛去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萃取之术。
萃取指数。那这个呢？这儿。这个啊，这个是秋水石榴。怎么了？这个。这个我看看啊。啊，这个是夏日百合。看图说话的，骗我！回来！我只不过是很久没有说屈鹿文了，所以有些生疏罢了。还装？不懂就不懂。你给我等着。来。过来坐下。我不懂，自己看。一模一样。仿品？什么仿品？我燕子精用仿品？真的。真的？那当然了。你为什么会有羊皮卷上的东西？这不很正常吗？大师的作品流落民间，有什么奇怪的？大师？御师？是啊，这御师呢，是扬州燕市的首席工匠，创意非凡，技法精湛，颇得大家追捧。那我之前问你，你说你不知道。我只是那个时候懒得搭理你而已。这么说的话，御师在西域。我刚才看到你把这个地方改成了编织工艺，的确是增色了不少。你夸我？你最近老夸我。我看你是想挨鞭子了，夸你都不行。没有。天天老夸我，我瘆得慌。瘆得慌？我有那么吓人？根据生辰排查，韶州有3名女子非亲生，是被收养的。乐师岳云秀，是那个跟崔氏修桃和珍珠的乐师。这个岳云秀在韶州雕玉行当大名鼎鼎，据说其技艺巧夺天工，行里人都尊称他为玉观音。原来是他们。这个乐师应该跟旧事有关。这玉师雕的飞天像，世上无几人能仿。这乐师就是其中之一。我家郎主想请见岳氏家主，欲与岳氏合作。你们是来谈生意，不是来提亲的？何人出家？我家女公子玉观音啊。也未尝不可。
我岳家的17娘卓玉举世无双，人称玉观音。家主让她当众卓玉，意在择婿。这小女郎的手艺确实高超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宛若置于无人之境，心无旁骛，唯有手拿的玉和她的一颗雕玉之心，真是了不起。你们可都是来看美人的。这娶了玉观音，既抱美人在怀，又可定家财万贯，值得。那你们也要能娶得到才行。娶不到，那就多看两眼喽。这是我给小妹做的，漂亮吗？漂亮呀！他们两个是一对儿，小妹可喜欢。看看哥哥对你多好呀！来，子兴，爹也给你戴上。我们一人一个。郎主，怎么了？17娘果真是超凡脱俗，质如璞玉，神迹无双。我愿出15万钱，16万钱，22万钱，24万钱，28万钱。我愿出30万钱，45万，50万钱。西域燕子京，欲求佳人，拜请提亲。西域的，我家女郎乃是名扬天下的玉观音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求娶的。那既然是金尊玉贵的女郎，就还请家主把她好好捧在手心上，莫让这些脏东西窥伺了去。求娶佳人，必当赤诚。所以燕某愿倾尽万千家资，好求窈窕淑女。贵人可没有言过其词啊！言既出，行必果。郎主刚才什么意思？你去下宾。你真的要娶17娘，一见钟情，或是……我不管你是为了什么，此刻不要拿一个女娘的名节开玩笑。别啰嗦，照我说的做。我倾家荡产也要娶她。不可理喻。你们在里边聊什么了？郎主可曾求娶过？不知道。不假一方，年岁也不小。说是没有求娶过，那为何？我不知道。他要娶岳氏17娘，让我去提亲。你说什么？郎主要娶17娘，倾家荡产也要娶。就为了一个玉佩，你要娶岳家17娘？若她不是你妹妹怎么办？若她就是我妹妹呢？啊！我眼睁睁看她被卖了。若她不是，难不成你还真娶？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。这最快的办法也罢，反正岳家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查到什么线索了吗？岳家处于最好的，岳家前家主。
现在也没了。那就负债死偿。只要当年的事儿，他们牵扯其中，一个都别想好过。儿啊，阿爷，我们十七娘手艺增进不少，不过万不可过于操劳，累坏了身子。女儿乐在其中，不觉辛劳。今天可有如意的郎君？为什么一定要嫁人？你娘大了，总是要嫁人的，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。可女儿现在卓玉能在家陪着阿爷，便觉得很好了，还有玉氏相伴。可阿爷老了。阿爷不老，对女儿来说，阿爷和卓玉最为重要，其他的不重要。儿啊，你若是离经叛道，不嫁郎君，这世上便会空穴来风，以讹传讹，说女郎你命犯孤星，不吉利。这样一来，你的玉怕也会受到牵连，也会牵连到岳父。那我便嫁，我无所谓，但是他得让我继续着玉。那当然，那当然啦。我女郎那可是名扬天下的玉观音，谁会舍得你荒废技艺呢？儿啊，你放心，阿爷定会帮助你运筹帷幄，让未来的郎君支持你着玉之事的。岳族长，我家郎主听闻韶州玉观音美名，特命我备来了重礼。岳族长不想一看？有何重礼呀？那必当是金玉满堂，富贵无双。哎。敢问你家郎主今年多大年岁呀？岳族长怕是早要……不重要，不重要啊。大几岁嘛，还懂得疼人。你家郎主家里边妻妾几人呢？若是妻妾来讲，这也不重要，不重要啊。家里边多几个人，还显着热闹啊。你家郎主可有疾患呢？这当然也不重要。小女可问问，这嫁女儿何为重要？那当然要看你家郎主聘你的诚意了，充分能显示出你家郎主对我家女娘的诚心。这便就是诚心。我家17娘那可是玉观音。看来岳族长不是在嫁女，而是在卖女。好女自是难求。收起来。郎主，
燕某见过岳组长。燕郎君，请上座。燕郎君真是品貌堂堂，一表人才呀！不但年轻有为，又富可敌国。就是整个韶州，这打着灯笼也找。这聘礼方面呢，岳组长随便提。5万钱，可以。5万金，岳组长诺了。哦呦，两倍呀！燕郎君，岳组长，我听闻这岳娘子是个孤女，从小被你所收养，不知是从何处收养的？是人家给的。那她是否还有亲眷？没有了。这孩子从小命运就凄惨，颠沛流离，还险些丧了命。也是缘分，是我救了他，是我从小把他养大成人，不容易。燕郎君呐，所以这个聘礼呢，您看这，燕郎君，你放心，虽如我17娘双亲缘薄，但可是后府边的命。够了！我瑶光山太子明宪，从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为瑶光山连胜7年。从小我就用法术女扮男装，在外人眼中我是个男子，他们都说我是河虚最能打的战神，说我是英雄。我哪是什么英雄，不过是一时一刻都不敢松懈罢了。因为赢得福泽是我的使命，自记事起，我就被要求只能赢，必须赢，一直赢。我就说，还有漏网之鱼。为什么不出招？他们都不见了，给提醒人，输给提醒人吧。人会肯定赢了呀。公主，我们这次能打败明宪吗？这个空间限制了我的灵力，连战甲都无法维持。此人不简单。极星渊的斗者竟有此等灵力，你到底什么人？都被困在我的灵犀井里了，还能说出这种话？我就算在你的灵犀井中，灵力减弱，也照样赢得过你。是吗？
然是战神啊，竟然以血幻化兵器。我只会赢，我只会这一件事。谁都会输，凭什么不能是你？可是风雨之中才会拥有的自输了，怎么就剩这么多啊？是啊，我4个都没有了。此次两境会，吉星渊盛，是为上境；瑶光山为下境，福泽降临。公主，我们赢了！我果然没看错人。说了还有脸出来？就是，都怪他，没有脸。就是，你说到手的福泽就这么没了？没有福泽，阳光山就会灵光暗淡，大地干涸呀！没有福泽，连灵石都画不出来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是啊，你不配当我们的战神。我是瑶光山太子明宪，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连胜7年，却像从未赢过。明宪，明宪，你怎么了？而且，我灵脉断了。怎么会？看着像中毒，好生厉害的毒。是他，卑鄙小人！母后，我命你走，即刻离开瑶光山。母后，您这是要驱逐我吗？你的灵脉已断，再要留在瑶光山，是想死在觊觎太子之位的人手里吗？母后，我一定能修复灵脉。瑶光山失去的，下届青云大会，我千倍万倍讨回来。我对你一定还有用，你千万别赶我走。明宪，你听好了，我不是要赶你走，
是要你好好活着。可笑我这半生汲汲营营，如履薄冰，教你从一出生就用这无相秘法扮作了这个太子。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普通的小仙子的。这道至强至密的障眼法，让你在所有人的眼里，都只是一个男子的面貌。可是现如今，你的灵脉一断，一切都成了空。明显，留在瑶光山，并不是一条生路。我放你走，你撤去无相秘法，恢复你本来的样子，谁都不可能认出你来。好好活下去，永远别再回来。母后放心，我定能修复灵脉，重返青云。季仙君，我去找别的仙君了。这可不许。季仙君还真是把花月当家了。这青云大会一落幕，你就来了，在这流连的时间可比我都久。我辛辛苦苦出战青云，不就是为了今日？要什么有什么。明明是我有什么，季仙君就要什么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？季仙君，吃颗葡萄。花月夜，这么多仙子等着我呢，我总不能厚此薄彼吧？多谢季仙君。大人，请。季伯仔这小子，赢了青云大会后，日日花天酒地寻欢作乐，果然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2个月了，我都无法近他身。今日他得封青云斗者称号，大摆宴席，我定要抓到这个接近他的大好机会。我听姐妹们说了青云大会的事儿，你也知道，这种地方嘛，一件事能被传成几百种模样。仙君在青云大会上表现英勇，所向披靡。那一看就不是那种会被区区名县一招击败的普通人。会传我这种话的，是不是季伯仔？不，仙君，季伯仔他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。这和季仙君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你为何会同我讲这种话？仙君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就现在，啊！先引他英雄救美，我再顺势接近。打扰了，不吃这招。你该不会以为能找到季仙君为自己撑腰吧？孙仙君，你误会了，你那事儿季仙君一个字都没跟我说，你可千万别怪他。季伯仔，
是不是你传的我在青云大会的事？你一个沉冤罪囚，莫名后天得了灵脉，还攀上天机公主当了斗者，怎么只敢在背后嚼舌根，这么上不得台面吗？孙良，其实你挺厉害的，怪就怪明宪打快了点。你，可惜啊，又差了一点。怎么今日又看到季兄为了一个小仙子，同人大打出手啊？孙良，今日是祭仙君的庆功宴，莫要胡闹。哎，算你走运。这小子真难接近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季贤君，酒菜已经备好，可以开席了。恭贺季仙君赢得青云大会，能否有幸敬你一杯？季仙君在青云大会上的表现如此英勇，为我们吉星渊赢得了福泽，今日难得一见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师父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朵儿，你青云大会受的伤给我看看。师父，我不知道中了什么毒，灵脉断了。你听我说，你中的毒名叫离恨天，中此毒后，有灵脉者灵脉尽失，无灵脉者反会生出灵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催动灵脉，否则就会加速毒发。这个印记叫离恨花，等着七瓣全部掉落，就是你元神寂灭之时。所以，这1年之内，你们必须要找到解药黄粱梦，将它服下，修复灵脉，方能保住性命。既然是季伯宰下的毒，那他手中可能会有黄粱梦。你去吉星渊找季伯宰，处理完追兵，师父会来找你们的。他不吃外食，是怕别人给他下毒。果然，心黑的人看什么都黑。寒风君到。哎呀，不用拜，本君最讨厌这些繁文缛节，都把手放下。以后你们都像伯宰老弟一样，无论在哪儿见到本君，都像见到老朋友一般，这样多好啊！啊！寒风君这是点我呢，我哪敢造次啊！从前做醉酒时，连贵人的灵宠都要下跪，现下混好了，便只求一个不弯腰。本君就喜欢你这个脾气。今天是伯宰老弟你得封青云斗者的好日子，特带了些薄礼以表心意。你那乌龟海啊，煞是冷清，仅有的伺候也是年事颇高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本君的小侄女天机也是个不懂事的，她虽然掌管着吉星渊的寿华判宫，却仍然当不好这个尊者，都不知道给你安排个人。今日本君给你送来2位婢女，日后管账洒扫你尽管吩咐他们。本君这份薄礼，你可还满意？寒风君对我的乌龟海，听得也太紧了吧？他们吉星渊内部果然也有隔阂。不是我不领情，今夜好歹也是天机公主为我办的宴席，可寒风君却突然带了2个人过来，我这要是收下了，那岂不是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吗？你不敢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，反倒是不怕得罪本君呢。老弟，这份薄礼，你当真不收吗？将军送的礼，季仙君竟然不收，竟然拒绝了，这不折人家的面子吗？机会来了！
不可以，大人才刚刚答应我要带我回乌龟海的。我方才说过吗？说过。许是之前答应的太多了，都不记得了。那不如季兄将这3人一同带回去，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对呀，是啊，一起带回去不更好？这个主意好，本君这就亲自派船车将你们一起送回去。好，带回去。对，带回去吧。是啊，带回去就是啊，装不下。虽然乌龟海地偏，但毕竟是赏赐给季县君的，幽静开阔，我看多来几个也装得下呀。对呀，是这个主意好啊，季县君带回去正好，正好，这是对。且慢，诸位，我乌龟海可不是什么鱼塘，更何况在下精力有限。不如这样，3位仙子，我有一题，你们谁回答的最符合我的心意，我就带谁走，如何？这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就这么办吧。既然是来我处伺候，我的乌龟海豢养的是何种灵兽，你们该如何照顾？乌龟海是死水，能有什么？可我若答对，岂不显得我有备而来？你先来，就你。乌龟海，江河湖海的大小鱼塘，那肯定就是些乌龟、鲍鱼、虾什么的。大人，我对你一片心，比灵兽更忠诚，比乌龟海的水更深。你来。乌龟海是极星渊死水，什么都养不活，整个府中连一只灵兽都没有。好无知的仙子啊！你当真了解季仙君吗？知道他的喜好吗？大人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肯定答对。什么都不懂，再给他一次机会也是白瞎。大人，还有人要机会？哎，多少？这位仙子一直在纠缠季仙君，难道是？季仙君看不上他的？那2位仙子这么了解季仙君，肯定选他们啊！哎，韩风君选的人准没错。我选他。你想的？知道了，选他了。我乃醉囚出身，便更知道世上万般皆虚幻，唯有真心不可负。这位明义，这位明义仙子视我为她的意中人，对我一片痴心，我怎能辜负了呢？你放心，我绝不负你。这2位仙子，那今日就只能怪我们没缘分了。不好对付啊，不过这算是成了。主上回来了。大人，这一进门就给我戴上丝带，到底是为何呀？我喜欢。启禀韩风君，季伯宰把那仙子抱进房间了。
天都快亮了吧，还不给我摘下来？大人，今晚你大费周折，演了出欲擒故纵，就睡了跟我回乌龟海吧。你如愿了。大人看出来了，辛苦了。戏一出接一出，送走一双，又来一个。难为你和孙辽暧昧默契的演了一场。大人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，你千不该万不该因孙辽质疑我的真心吧？这倒也是。你能帮我把这解了吗？我不喜欢这样，像在审问我。回答我的问题。莫非大人就喜欢这样绑着的问法？平时表面看不出来啊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我想跟你回乌龟海，不是很寻常的事儿吗？沉冤罪囚，一战飞升，你是极心渊的神话，是花月夜姐妹最崇拜的人啊！我一心向着大人，大人却这么冷冰冰的对我，这真是太伤人了。以后不许这样了。你叫明义。大人心里有明月的明，大人是我意中人的意。你来花月夜前是做什么的？这还是要生我呢，说多错多，得想个法子堵住他的嘴。我家以前是采药为生的，父母双亡之后，就来了花月夜。那你大人问我这么多，可是怀疑我，我看就是不喜欢我吧？那不喜欢我为何带我回乌龟海？没事吧？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。不是吧，这么厚结？行吧。二七怎么回事儿？怎么还没好？
面着火了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大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主上，后山的小楼着火了，还请您过去查看。这可得去看看。哎，我怎么能放心让你跟着去呢？乌龟海你一处也不认识，出了事可怎么办？不会说是……这道结界，除了我跟荀婆婆，谁都进不来，而你也出不去。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了。等我回来。你小子！你现在灵脉已断，只能跟普通人一样，拥有少量法力，使用简单的法术，以后就别逞强了。知道了。但是吧，蛇师傅不是说不让你用灵脉吗？万一离恨花断了怎么办？只用这点灵力，不至于催动灵脉。这个结界复杂，只能我来破。我不就让你搞点动静，阻止他留宿而已吗？下手那么重干嘛？我也纳闷呢，我就按照你说的，在远处那个小楼，略施法术就燃了一簇小火苗，不知怎的这火就变大了。我还在想，不应该啊。算了，趁他不在家，赶紧动手。东西呢？这明义以来就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主上放心，老身一定彻查起火因由。不必，天火而已，不必惊动外人。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，还得再应付一会儿。这衣服怎么就这么几层？不休点个火，怎么还没好？火我慢慢灭。在吉星渊这2个月，我们已经调查到，季伯仔的灵脉就是用离恨天催生出来的。使用了离恨天，若没有黄粱梦解毒，就必死无疑。既然那小子还活着，那他就一定有黄粱梦。不在这儿。也不在这儿，能在哪呢？离恨天和黄粱梦是双生的毒药解药，以你的毒血为引做出来的法器，按理来讲不应该找不到啊。去那边瞧瞧。主上，小心台阶。他们要回来了，你赶紧找个地方。你居然自己跑了！我们出去这么久，也不知道那小仙子有没有乖乖等着。禁足结界破了，
主上，他不在房内。